Hello， 大家好，今天是3月28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又大跌了，这次你有没有提前卖出逃顶呢？3天前阿哲的盘前视频中有教会大家怎么去识别这里是纳指的变盘高点，而在26号盘前广播中又再次提醒，纳斯达克这里不止跌，那么目标就是下方缺口，而截止本周五美股收盘，纳斯达克不止回补了下方缺口，还出现了倒性反转。不过在这种环境之下，阿哲团队的期权老师还通过做空美光和谷歌反而大幅获利。25号参与小班课的同学应该都看到了这一时刻。接下来美股怎么看？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上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08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在第一部分还是要看到指数的环境，只有明白指数环境，才能够把后续个股的策略制定好。因为你会发现，指数只要表现不好，不管是纳指还是标普啊，但凡有指数表现比较差，是下跌的、空头的、熊市的，甚至说，不管您参与的是强势股、弱势股或者是同势股，那么都会被其所拖累。你的买入做多，胜率将会大幅降低。你如果是做多的，你的账户也将很明显出现回撤。所以指数环境代表了我们目前的整体策略。只有明白指数环境，才能够更好去分析后续的个股的一个交易。那么阿哲会通过双升缺口、日内变盘点和纳指的日线趋势分析，来告诉大家目前指数究竟怎么样去看。关于第一部分的双升缺口，如果是老同学已经学过的，可以跳过啊。新同学的话一定要认真听。我们在上周一还有本周一的公开直播课程当中都有提前讲到双升缺口，也就是说这种对称型的缺口它的作用。而很多时候市场的下跌以此呢会作为一个目标，那么目前你会发现这个目标已经到达，那究竟后续这里能不能够见到低点，以及呢它会不会再往其他的缺口去奔，这是我们第一部分要去再强调去讲解的。而其实这个观点我们早在2周前就给过了。好，那么第二部分和第3部分我们将讲到个股解析。第一支标的是特斯拉，而后呢英伟达、比特币、科威、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MD、H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和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今天视频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你会发现内容是比较多的，所以视频时长一般呢会偏长，但阿哲也相信不是每个内容您都感兴趣，所以我把每一部分的内容都标记了时间轴，对应了段落，您只要点击对应的一个标签就可以快速跳转到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那么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当然第一部分是千万不要跳过的，因为第一部分是最关键的指数的一个环境的分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看到第一部分叫做双升缺口。我们现在看到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那么什么叫做双升缺口？那我们先理解什么叫缺口因为有些同学可能这个缺口还不会，我们简单做一个介绍。所谓的缺口就是图表当中你所看到的这些黄色的、粉色的一个色块。当市场出现往上进行快速的上涨，而导致有那么一部分的空间没有价格覆盖时，那么这一部分的空间就是缺口，但有些市场叫裂口所以你会发现当昨天的 K 线和今天 K 线完全分离，没有重合的价格的时候，中间这一块空档期就叫做缺口。如果是向上跳空导致的，这种就叫做上缺口，而如果是向下跳空导致的，叫做下缺口。图表当中呢，黄色的就是向上跳空，粉色是向下跳空。好，那么当前的市场呢，在一波下跌当中，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出现了2个向下跳空缺口？这种反馈甚至呢应该是3个向下跳空缺口都没有被回补。这种反馈说明市场目前是一个很明显的加速空方的一个市场，就好像曾经从低位上涨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向上跳空缺口无法被回补一样。那么这种是牛市的一个行情会产生的特点，不断的有向上跳空而后难以被回补。而熊市的特征就是有相对的向下跳空而后难以被回补。所以当前很明显就是一种熊市的氛围。我们之前是不是不断强调过，在这一波行情当中，如果你要去做顺势，那么应该是做空的；如果你要去做多，那么第一个你是做逆势单。那么逆势单呢，一个就是仓位不能重，
而后你要找超跌的地方去博弈短线反弹，而每一次都说的是只能做反弹，并且一定要控好仓位。而如果你当时就能够及时转变思路做空的话，其实这一波行情对你来讲反而是一次不小的机会。当然，阿哲也相信啊，在这波行情当中，也不是说有很多同学不想去做空，而是可能有时候想做空，但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好，那么也不知道用什么策略。所以，如果您对于做多做空的策略目前还比较迷茫，不知道怎么选择，那其实呢，我们的美股期权班大家可以作为一个体验去进行学习一下。目前右上角弹窗小卡片，那么就有美股期权班的报名的一个方式，大家可以去找到阿哲助教啊，就可以跟他去报名参与我们每周的这个美股期权的体验课程。那么我们的期权老师也会去教大家啊，什么时候应该做多，什么时候应该做空，用什么策略会更好。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双生缺口。所谓的双生缺口是缺口表现当中一种比较特殊的一个部分。当市场出现缺口时，它一般只有一个缺口，就是要么向上跳，要么向下跳。当有时候你会发现，就市场它会先向下跳，然后再往上去跳，这就是一种很特殊的双生缺口，也被叫倒型反转缺口。但很多时候它其实不算倒型反转，倒型反转呢会更加复杂，它一般要求的是要有明显的顶底附近。像这种呢就很明显不能算倒型反转，它叫做双生缺口，就左边有一个缺口，右边有一个缺口，两个缺口方向是相反的啊，就可以叫做双生缺口。这种缺口一般表示它的方向有存在洗盘砸盘嫌疑，就前面的这个下跌是砸盘，而后呢才是真正的方向是上涨啊。如果反过来，那么就是有一个方向是诱多的啊，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呢是真正的下跌的出货的啊，所以这是双生缺口的一个特征。所以当时这个缺口就代表它前面是砸盘，而后呢是一个拉升。好，这种缺口它一定要保持时间够长才有效。如果出现之后就像最近我们上期所讲的 MD 那样子刚出现立马第二天被回补，那种就不算那种是多次震荡的一个行情，它不算是什么洗盘出货所以有效的双生缺口、倒型缺口，它一个特征就是它一定要保持一段时间，至少2周、3周以上是最好的。像这种都保持半年多了，它这种缺口就更加有效。好，这种缺口产生之后一旦它是一波上涨行情长时间没有被回补的双生缺口，往往市场的中期调整，注意了是中期调整，不是短期调整，它一般会以这种双生缺口作为一个目标，这也是阿哲呢在复盘当中去发现的。那么很多时候美股的市场一般出现的双生缺口，在大行情当中往往会产生负数个像近期这一波上涨你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双生缺口，而后第一位它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双生缺口，左边是跳空下跌，右边是跳空上涨，是吧？它也是双生缺口，所以这一波中期以上的上涨，它有2个双生缺口。好，我们先把这2个缺口先标记好，而后呢，我们再往前去复盘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曾经呢这里是有一波相对波澜壮阔的上涨行情跟现在可以有的一比后续呢出现一波是吧中期调整。这一波中期调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关注左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关键性的缺口呢？是不是先找到双生缺口？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向下跳空，这里有一个向上跳空，曾经在这里发生了很明显的多空博弈，有一个砸盘和拉升的一个动作。好，这个缺口当它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那么未来的一波中期回调往往会以此作为一个目标它可以作为关键的一个支撑位来使用。所以当时这一波行情经过了多次的下跌反弹，到这里它没有完全回补这个双生缺口，而是触及了大部分之后出现止跌上涨，而产生新的一轮洗盘之后的上涨行情。好，这是一次。我们再往更早之前的行情去看，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波下跌呢是23年8、9月份的下跌。那么现在我们所看的这一波纳指的下跌行情它呢是21年11月份下跌，而后直到呢22年10月份跌了1年才见到一个低点。好，那么这一波下跌所针对的其实也是左侧这一波上涨行情当中所产生的双生缺口。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几次双生缺口当时没有被回补的，这里是一次，左边为向下跳空粉色块，右边呢是向上跳空黄色块，所以当时这里有一个对称的双生缺口。而很明显再往后呢，可能我们就要看到这个地方了，是吧？它是不是也有一个双生缺口？当然这里之前本来也有，当它被短期快速回补之后产生了一个低点已经被补掉了它是这一波上涨之后的回调的一个目标是这一个双生缺口。好，我们主要看在一波牛市之后它还长留的双生缺口是吧？还留有2个。好，那么这2个留有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是有的，只是可能不太清楚。这里其实也是一个缺口，双生缺口。等一下我们放大去看，
它左边右边是很细微的一个粉饰块和黄色块啊，所以当时这一波牛市行情最后长时间没有被回补的双生缺口，这里是1个、2个，还有3个。在3个双生缺口产生之后，经历一波下跌行情，那么这一波下跌很明显，它底下这一个双生缺口是没有补的，但是前2个都被回补了，所以这一个被回补，这一个被回补啊。当时补了第1个双生缺口的时候，市场出现了停顿，而后产生震荡，再次下跌。补了第2个双生缺口的时候，市场见到了一个相对强势的反弹，2次探底之后啊，后续市场产生了一个上涨。所以双生缺口的一个空间呢，一般是我们所要在熊市当中或者说下跌当中所要去关注的一个关键目标位。目前放大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啊，这里左边是一个向下跳空啊，右边是一个向上跳空。而这个缺口被补完之后，市场呢出现了一个反馈是反弹。所以每一次出现这种双生缺口被回补之后啊，一般来讲，阿哲认为在3天之内出现明显反弹的概率是极大的。当前的一个市场呢，它在一波上涨当中，它是有2个双生缺口的，所以在本次的回调当中，补了第1个双生缺口，它不一定非得要去补第2个啊，最多补完之后，可能它有惯性下跌会补一下下面的，但是在补完双生缺口之后啊，按照历史行情观察啊，正常来讲，它可能会有误差1-2天、2-3天，那么市场就会产生一个很明显的反弹动作。那么这一个反弹动作，如果能够构成底部结构，那么市场将容易这一波中期调整在此附近结束。当然，如果它那个结构只是反弹后续继续破底的话，那么它的下一个目标，那么将会是我们底下的这个双生缺口，就是当时我们25年4月24号、23号所留下的，大概呢是在16600多点附近。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双生缺口的再次的讲解这也是我们之前2期直播都讲过的，现在呢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而后我们看到第2部分叫做日内的变盘点。日内变盘点在我们日常呢也是不断的跟大家去进行提及。如果您是做买卖交易，那么用这个日内变盘点可以更好的优化您的一个入场时机。在阿哲的每天的一个盘前广播当中都会写到一个变盘时间。那我们现在所看到是3月26号和3月27号的美股盘前。那我们看到这2天时间呢有5个变盘点。当然，因为市场在这2天是一个单边下跌不过单边下跌呢也不代表我们用这个变盘点就不能用。在单边的这种熊市下跌当中，哪怕是日内15分钟，我们也可以通过变盘点去发现它是不太对的。当你发现出现市场是高点变盘的时候，它的下跌很强；而出现低点变盘的时候，它的反弹很弱。那么这种行情一般就说明你做多你就小心，你不要随便做多了。我们会看到在这5个变盘时间当中，像10点就是阿哲认为的变盘高点，是吧？像11点15分还是在一个反弹高点附近2点15分呢，它是一个反弹低点，但你会发现它的反弹呢就只有那么2-3根15分钟 K 线，也就反弹个半小时，然后就快速被反包下跌。所以你会发现高点变盘跌得厉害，是吧？低点变盘呢反弹而已。所以11点也是低点变盘，是吧？也还是个反弹。2点15分还是低点附近，还是个反弹。所以变盘时间呢是阿哲每天在盘前会给到的，认为今天盘中呢容易出现拐点的地方，但这个拐点不代表每次都是大级别高低点。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变盘点的一个多空后续的反馈，可以一定程度上判定目前的市场的一个多空的氛围。如果在后续下周阿哲每次给到的盘前广播的一个变盘点当中，你还是发现一个高点变盘之后它就是暴跌，一个低点变盘之后它就是一个反弹，那这个时候你做抄底就肯定还不能够随便动。只有你发现某个高点变盘它跌得不强，低点变盘反而有新高这种情况下说明市场的多空之间多方再次在日内抢占先机，那个时候我们会考虑抢这一波回补双生缺口之后的反弹行情所以这个变盘时间点它也可以这么去关注多空的能量的一个日内的争夺。那么接下来阿哲要讲一下有关下周周一的第一个变盘点。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是9点的45分也是我们美股开盘的第1根15分钟 K 线。那么那个时间附近容易出现高低点。好，如果到时候它是一个下跌中遇见的，而后还在附近出现底分型的，那么基本上就是低点变盘。那个变盘点后你要关注它的一个反弹力度，以及呢下一个高点变盘之后它的一个回调力度如果市场出现底抬高，下跌力度在变弱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关注了，市场有机会在周一产生一个多方的转折点，那么反弹可能就此开始
而如果你发现周一出现的低点变盘还是反弹，还继续破底啊，那个时候其实就继续观望，等待下一个更好的机会。好，那么第一个变盘点就是9点45，我们下周一关注好。当然了啊，如果您是我们的财神同学，或者说您是我们频道的订阅粉丝同学，那么基本上每天这个变盘点呢，您在盘前就关注好阿哲所发的这个内容，阿哲每天也都会写。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啊，有关市场双升缺口的讲解，还有第二部分关于日内变盘点大家的注意事项啊，希望这2部分内容能够帮助到您对于指数有一个认识。当然，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同学，听到这里，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照常为阿哲视频点上小红心，点上您宝贵的点赞。如果您时间相对是充裕的，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在收听视频之后也可以顺手在底下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感谢您照常的支持。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在点赞评论的同时，可以在视频底下给点击一下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会显示已订阅就说明你已经成功成为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了。那么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技术分析，还有一起了解美股的市场行情。而如果您觉得阿哲视频对您有所帮助，那么想要以后不错过每一期视频的话，也可以点击全部铃铛因为这个铃铛全部点开之后阿哲更新视频上传完成之后，它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您呢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了。感谢您的点赞、评论以及订阅支持。而针对于首次订阅阿哲同学，我们第一次相见，您就能够订阅阿哲。阿哲相信你也喜欢技术分析，也同样也感谢您对阿哲的支持。所以阿哲对新同学一般会有4重福利进行赠送。第一重福利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盘前广播。如果您希望每天的盘前可以更加及时看到阿哲的一些观点，对于指数、对于个股以及日内的空间、时间的预测的话，那么都可以订阅阿哲后，点击目前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在卡片当中是阿哲的助教您找到助教老师之后跟他说一下您是今天的新同学，刚订阅阿哲，想要领一下我们的4重粉丝福利他就会告诉大家怎么去领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3部分，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分析。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的趋势日线分析。那么这个图表当中有一些颜色 K 线还有一些指标是阿哲平时所喜欢使用的一个趋势分析工具，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频繁用到它，为大家去做一个讲解。好，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出现了一个阿哲所非常喜欢的一个信号，就是一个钱袋子加蓝 K 信号。这种信号出现一般代表目前的市场它处于加速下跌，而且跌到一个超跌的范畴。所谓的超跌，就是市场的跌幅在短期之内达到了一个相对的极限，并且出现了恐慌抛售的这种现象。好，那这种超跌一般伴随的就容易是超跌反弹，而它的反弹空间和上方这个飘带的空间有一定的关系。当市场处于这种黄色飘带，说明是一个空方的市场；如果是紫色飘带，则说明是一个多方的市场。所以在之前市场是一个紫飘带时，我们可以频繁的在回调时去买入做多。而如果是黄色飘带，我们就不断提醒的是市场反弹应该是做空，或者说反弹应该高抛。所以这是不同趋势下我们不同的一个应对策略。那么当前这个蓝色 K 线如果产生，就说明它跟之前的这个蓝色 K 线是一样的，当时这里也是一波短线快速的超跌，然后恐慌抛售。那么蓝 K 产生之后只要后面止跌收阳，蓝 K 消失，那反包蓝 K 这里将是一个反弹，反弹空间将跟飘带的距离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是一波加速下跌，然后有多个缺口，所以当前的黄色飘带和蓝 K 的收盘价有很远的一个距离。那这个距离如果引发反弹，其实有很大的利润可以图的。特别如果你是在之前这里没有去卖股票，没有在这里去及时逃顶，那这个反弹如果能出现，那让你解套完全不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当前这个超跌是否能够产生，以及何时能够让你有机会能够去低吸。如果你说阿哲，那我等它反弹到这里我去解套这个首先有2个问题就它不一定会反弹到这里其次呢，如果你等它反弹到这里你去解套的话，就但凡它真能反弹到这里，那你就浪费一波行情，最后这个行情可能别人是赚钱的，而你只能够解个套而已，甚至可能它不一定能够让你股票解套。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尽可能就是哪怕你当时没有卖，如果你手中仓位不是满仓，你说我已经满仓被套的，那这个没办法。好，如果你不是满仓的，是吧？你手中还有一些仓位的，确实听阿哲的，是吧？一直控制仓位，是吧？确实不小心买了之后没有卖掉，没有止盈的这个时候被套了一点点，那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等到蓝色 K 线消失，反包出现，那么博弈一把是吧？反弹行情基本上不要说解套是吧？你只要仓位之前是正常的，不要重仓的，那这种被套了，后续一波反弹，你其实反而是能够赚钱的。关键在于何时能够把握着这个反弹而已啊！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双升缺口回补之后，大概率我们会有一个反弹产生啊，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考虑怎么买的问题就是了啊。所以蓝 K 消失反包是一个买点，如果反包是把缺口给补了，那就更好。好，当然这个时候阿哲是不太相信，或者说不太喜欢这根 K 线被反包的买点，因为它是一个加速长阴线，等它被反包，其实已经错过很多行情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更想的是周一能够再来一根蓝色 K 线是小 K 线，而后再出现反包啊，这个时候它的空间会更大，而后我们会有更好的买点啊，所以这是我们下周要去关注的，它会不会出现多一根蓝色 K 线啊？当然有同学说，那阿哲我也看不到，它下一周是不是蓝色 K 线，以及呢，我手中股票它有没有蓝色 K 线，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如果您手中股票也出现了跟指数一样的下跌，但你不知道超跌没有，不知道有没有买点的，我们这一个山海趋势模板。也就是说是图表当中这一个指标叫做山海趋势图，这个指标呢也是我们粉丝订阅同学的一个福利啊，就是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同学，您在找到注要之后也可以让他给您装上这个指标。好，所以目前市场环境就是双升缺口被回补，而后日线有反弹将要产生，那买点怎么看呢？看蓝色 K 线何时被反包突破。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关于双升缺口、日内变盘点和纳斯达克指数日线的一个分析希望呢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对于指数能够有所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有关第二和第三部分这个市场的一个个股的分析。不过在此之前，那么阿哲呢对于新同学还是要郑重的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您是我们新订阅的粉丝同学，就目前您已经点了订阅了，那么阿哲呢觉得有必要跟您讲清楚。第一重福利呢，就是我们的上海趋势图的一周体验权限就是刚才那个指标。第二重福利是盘前解析、盘前广播这个阿哲一些盘前所写的一些信息，您可以在后续限时去进行体验。第三重福利和第四重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些内部课程。那么像我们的美股期权课，就是阿哲团队当中一位实战性很强的期权老师，他呢每周会有4节这个体验课程。会教大家有关于市场如何去解套，如何去做多做空，如何去实战甚至呢会教大家怎么去下单这是他的一个实战课程。那么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会有4节的体验基本上就是1周的课程了。那么阿哲和阿哲团队呢也是在这方面花了很长时间才邀请来这位老师为大家去进行教学。那么在美股最近这种单边下跌很难做的这种行情之下这位老师的练习账户，也就是拿这个账户教大家的怎么去下单怎么去交易，怎么去做策略的，在这一段行情当中，从一开始我们半个月前看还是 20% 的收益，现在美股跌得更厉害了它呢还再创新高，目前已经 28.47% 的一个收益了。所以阿德想说的是，如果在最近的行情当中您确实做的还是很难受，确实不如意并且可能把之前上涨行情的一个利润回吐了很多的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当前行情的，阿哲是很建议大家可以好好听1周这位老师的策略课程，你可以好好了解一下，在这种暴跌的行情当中怎么能够做到反而逆势的去收益。那么接下来阿哲给大家看一下下周我们老师的一个课表。美股逆势交易破局训练营，这是下周我们周2、周3、周4、周5的期权的一个课表。大家注意，期权的一个体验课程时间是在香港时间下午5点，大家记得根据自己时间时区去进行一个调试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合不合适，如果有时差，那么也可以跟朱老师领一下回放。而后我们最后的一个福利呢，就是每周的技术分析的一个课程。对于期权课呢，是作为一个交易的补充，但是我们知道期权它其实也是股票的分析，那么对于股票基础的一个技术分析，我们也同样要去进行学习。所以我们在下周对于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也同样准备了一套专门讲解技术分析实战的课程。从下周2到下周5我们会讲到机会和风险如何去识别，怎么去识别机会在哪，风险在哪，和怎么去发现机会中的一个风险和风险里的机会。这是我们下周每天早上香港时间10点会给大家去进行分享的。那么阿哲相信这4重福利在您订阅阿哲之后能够立刻为您产生不小的帮助，也很感谢您首次相见就订阅阿哲。所以如果还未领取我们4重订阅福利的同学，可以在我们的右上角点击弹窗小卡片找到我们朱老师，就可以跟他领取这4重福利了。当然您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点开评论，找到置顶评论链接
阿哲也发了一条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啊，您点击对应的一个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那么这2种方式都是 OK 的，前提您必须得要订阅阿哲的频道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有关个股解析了。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我们看到特斯拉的一个图表，特斯拉呢目前处于一个很明显的下跌途中，但大周期呢还可以说是一个上涨通道，但已经破坏了，已经走弱了。好，那么目前的一个特斯拉已经完全跌破了一个接一个通道啊，最近呢跟我们的判定也差不多，它每次触及通道之后呢，一般会有支撑的反馈。但这个反馈如果连这个通道就之前一半都无法去过的话，基本上你不要想它能够碰到这个上沿。好，价格一旦跌破通道，往往会有反抽确认站不稳，那么就说明它要往下去了当然它有时候会有多次的反复去触碰上方的一个压力。好，这次也是一样的，价格跌下来，为什么这里会反弹通道的下沿产生反弹，反弹时这个缺口不过，关头阴不过，是吧？我们说这些关键位置无法收盘过，也差不多也是通道的一半，是吧？所以你就不用奢求它能够上到上面去了，往往它是干嘛呀？往往它要说明它要去破下沿了。好，破完下沿，那么它又出现了一个类似关头阴的 K 线，还有一个缺口又来了，它跟之前这里一模一样。好，所以接下来不管它是涨还是跌都行，那么往往意味着这个地方它的跌破是有效的。而它只要不是很强势的快速一根阳线，把关头阴突破，把缺口给回补，那么它如果还是跟之前这样子的反馈，那说明它还是得要往下去跌嘛。那么往下跌的一个空间，我们就要看到2个，一个是通道下沿，另外一个就是之前的这个缺口了。缺口它哪怕不是双针缺口，它也一般代表支撑的。缺口留的越长，这个被回补的时候，多方的力量会越强。所以前期的这个地方为什么跌到这里会止跌呢？当时这里有一个长留的缺口。好，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跌下来会反弹呢？因为这里也是个缺口。但你会发现这3个缺口，它第一次下跌之后回补之后还能够创新高这一次下跌之后只能略微反弹，所以第3次如果再碰到这个缺口它无法出现明显的转多的话，那么往下基本上就是更大的下跌空间所以目前特斯拉阿哲建议是只做右侧，不要随便做左侧了特别危险。在之前没有跌破这个中轴线之前，我们还会去做一下左侧的多头，但现在它不做右侧的话，基本上就不要看了基本就等一个明显的右侧上涨，再去做趋势反转会更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上海趋势图，从上海趋势图当中，你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它处于一个黄色飘带很长时间，比指数还长。所以它之前也出现过蓝色 K 线但蓝 K 如果被反包，它的突破如果是在黄色带之下的话，一般就是什么动作？一般就是反弹，一般它的空间就是黄色带。好，那么隔了那么长时间，在上周又出现了一个蓝色 K 线，又被反包了。我们说是不是可以看反弹？那空间是谁空间就是黄色带嘛。好，到黄色带收冲高回落第二天强势顶分型，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又没了它呢又不是一个右侧的，它就是一个左侧反弹。所以我们等什么？等一个很明显的强势反弹。我们不用去担心这个哪个反弹抢不到。如果这真的还是个反弹的话呢，你这种反弹你抢到了，你不一定会跑所以每次的反弹抢归抢，你如果卖得掉那还好；如果你卖不掉，那还不如等什么？等真正一波很强的趋势反转，而后回踩找紫色飘带去买，那反而更安全，是吧？它还不至于说你买了一次抄底不小心没卖就被套了，是吧？买了之后抄底不小心没卖就被套了冲高的时候你没有卖，调下来你更不会卖后续就把你套住了。所以这种就是抄底相对弱势的这种下跌趋势的时候比较担心的，就你冲高你不一定卖得了冲高不卖回调，那你以为是2次回踩，最后反而是破底，那你就更加不可能卖了。而我们看到九转的话，其实当前又走了一个九转这个弱势行情九转是经常会有的，所以每次九转呢一般会有产生反弹行情，基本上都会有反弹。那么这一次其实破底之后，它的九转就形成了完整结构，所以这种九转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大概率还是会有反弹的，就还是会有反复。但是这个反弹如果它无法去回补这个缺口，其实就还是那样一般般。然后这不是一个关头阴线这个关头阴线不太标准，因为它有一点点上影线，所以就主要还是缺口的压力。它这里有2个缺口所以这种压力都是不太好去回补的在往上的时候又有一个飘带，所以从这里的反弹呢是不容易走出我们要的这个反转的突破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英伟达。
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行情图表，英伟达呢就跟我们之前所讲的相对贴切吧。之前是不是一个震荡行情？然后在这一波反弹是相对偏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讲过，一个震荡行情呢？如果它每次都是反弹回落都是同样的幅度，那就还好，是吧？之前这个涨的时候很强，回的时候也强，是吧？涨涨浮浮都挺强，那这个时候说明还有这种震荡的策略可以做。但如果你发现股价跌下来了，反弹了，它无法跟之前这种反弹比了，这个时候一旦转空，就容易把之前的震荡给跌破所以目前是一个破位形态，破位而且还有缺口，并且是2个缺口，所以这里有震荡转下行，概率是极大。好，接下来我们依旧因为指数我们的判定是接下来很有可能会迎接一个不错的反弹行情，只是买点不确定而已。那么很多时候个股同样也会跟随，所以接下来就看一下了，不管是特斯拉还是英伟达，看一下接下来那一波借助指数的反弹，它能不能够重新修复。如果可以修复站稳，那么还有机会回归这种震荡如果这一步反弹它都无法去修复之前所破位，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说明这是一个确认还有下跌空间。伴随指数的反馈就是还要往下。我们来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我们所看的上海趋势图当中，是不是英伟达也来到一根蓝色 K 线？好，这个蓝色 K 线来的地方还是比较巧妙的，因为它的空间呢是在左边的这个影线区间。我们说每一个上影线会有压力每一个下影线会有支撑，特别是这种很久没有被触及过的一种影线，是吧？它这个地方一般就会有支撑。好，支撑位附近出现蓝色 K 线，那么自然而然我们说如果有反包阳，正常就是一个反弹。反弹空间呢，先看飘带，飘带的下沿目前是 178.027所以做一个相对的空间的测量。所以这里如果能够有支撑位附近的反包阳出现可以做短线看涨。当然这个地方做不做看个人，因为英伟达目前肯定不算是特别强势的一个股票所以只是做反弹而已，就做不做都行。所以不管如何，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就是手中的股票它的一个趋势，它的一个目前超跌了没有。如果在空方趋势下你还要做多，一般建议是等超跌等超跌会更好一点。如果空方趋势你还要做多，但是又不等超跌的话，很多时候可能会买的就是半山腰，就比较危险所以尽可能我们是找多方趋势多方趋势超跌呢，那它的机会一般就有新高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先看清楚手中股票的一个趋势行情如果您目前还是看不懂，或者说您手中还没有上海趋势图的话，特别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同学，那么一定要切记要尽快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然后让他帮您装上这一个粉丝订阅的福利，好好看一下您手中的股票究竟长什么样子，它目前是有没有蓝色 K 线。当然它有时候可能你发现它不是蓝色 K 线，是白色 K 线那就说明它是一个更大的级别超跌就是上海趋势图当中呢有一种叫白 K 的，它这说明呢已经脱离了蓝 K 的超跌。就有些时候蓝 K 是短线超跌，白 K 是波段超跌，波段超跌会容易引发更大的这种反弹蓝色的话呢一般是在上升趋势短期反弹会更好。而后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比特币，目前所看的是比特币的行情。在之前我们提过时间变盘点呢这个高点之后又伴随九转嘛，是吧？我们逃过一次高点。好，这个小高点短线逃过之后下一次短线机会我们是不是说过是28号，也就是说周六，按照今天录视频的这一天好，价格下跌，那么周六这里是变盘点位，是低点的概率是不是极大的呀？因为这里是上涨一波回调目前没有破左低，但是它也有点深，是吧？因为我们本来说这里是2次回踩，这个之前的反包阳线会更好，但它破了走了一个下跌结构，所以这里就只能看个小反弹。好，所以当前呢阿哲认为这里是变盘低点当然这个低点的地方最好能够出现止跌等等的，让你更好去做交易会更好。如果你要左侧也不是不行，但也要设好一个防守位，是吧？因为有时候变盘点它不是每次都刚刚好，就是那一天是高点，那一天是低点，它有时候可能会误差那么1-2天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能够等它收一根阳线，那么就更加确切如果你这里已经开始要买的话，你可以做左侧，就非要提前的话，左侧跌一根阴线买，是吧？跌一根阴线买，你可以买1、2、3买个2-3成，是吧？你可以分开去买。右侧一般比较建议比如说之前这个高点变盘，右边来一根大阴线这个是不是有一个顶分型，而且是强顶分，你就很确定这里是个高点变盘，你再去做这种空，是不是就还安全很多目前还是一个下跌的你要做的话就只能做左侧，如果要等的话就等右侧就会比较安全。从趋势来看呢，目前所讲的任何的买卖点基本都是一个
短线震荡当中的多空点，因为它在周线上还是一个运线之内，还是震荡徘徊啊，所以都是短线为主，不要看太远啊，看个几天其实 OK 了。而它长时间所处的是一个下跌通道啊，所以反弹一般来讲呢，在这种长时间去看来讲，多头肯定不占优势啊，空方目前是比较大的优势。以上呢就是对于特斯拉、英伟达和比特币的一些看法。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科尔位。我们目前所看的是科尔位的一个图表，科尔位出现了一个破了飘带之后反向往下跌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说趋势如果一旦形成，一般难以去被击穿，或者说被轻易改变，不管是短线趋势还是长线趋势啊，它都不太容易被短线改变。所以市场的这一波蓝 K 超跌反弹之后的上涨，我们其实在蓝色 K 线后转为黄色 K 线，或者说到飘带附近就可以去止盈了，因为你做个反弹嘛，你不要看太远。很多人呢为什么会做不好反弹，强反弹他很容易被套呢？就是他有时候太贪，他明明是做反弹，他非要看反转，他明明做的是一个小的一个利润，他非要往上看得多远，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看得太远，反而成功率就会降低，盈亏比反而看得太高，你就不可能有多少胜算。所以我们就只是以这根阴线博弈一个空间，就是到了黄飘带附近啊，这个呢我们说是合理的，可以去做的一个交易。到了黄飘带附近，我们去止盈，很多人会怕卖飞了，后面加速怎么样？你想太多，这种是小概率事件。价格回调之后往上走，破了飘带，破一根破两根，我们说黄色带一旦破两根就是风险了，就是你要等一个回调，或者等后续转强之后的回踩买点。像黄飘带一旦站上之后啊，就是破一根破两根啊，正常如果再出现反包的阴线，这种就要小心，它是一个风险点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去特别注意的。用上海趋势图的时候特别要小心，就一旦黄色飘带被突破啊，一般来讲意味着这个反弹它一般就走的差不多了，算是一个很强的反弹，就容易二次回踩给机会，但是它这种反弹也一般意味着大概率是一个高点啊，所以一般破飘带破两根就要小心，破飘带破两根就要小心啊。当然破飘带能够破两根，说明比较强，二次回踩不破底，二次回踩不破底，正常就慢慢的会转多了。所以目前破两根啊，二次回踩不要破底，能够再往上走，那么机会就会慢慢出现啊。反之，如果确实无法去站回，而是往下继续破，那么就说明它就是一个反弹啊，所以这是可以去看的。目前就是空方然后看二次回踩的一个力度，目前的飘带压力啊，集中的在 80.973， 而后带有一个缺口的压力。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谷歌，谷歌的话啊，出现一波下跌行情，那么这是一波单边的一个下跌啊，所以期权老师的策略还是比较厉害的啊。这一波下跌的加速基本上就是期权的空单啊把握住了啊，那么是60-70%一个利润啊，最后一算啊，差不多你如果做一单的话，那么也能够有 68% 啊的一个利润了。所以目前的这一波下跌走势，单边下跌进入白 K， 而后有龙门线支撑，所以目前走到这里，它一旦出现反包阳线，是不是说明是一个中期的一个反弹的机会？因为龙门线附近呢属于中长线的一个支撑，而后白色 K 线呢说明它是一个波段的超跌啊，所以两种信号叠加，目前左侧开始进入到机会的区域，就左侧机会区。当然我们必须要等一个明显的右侧止跌，而后再看反弹空间是黄色飘带。那么黄色飘带当下的一个下沿是多少呢？是 296.952。 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甲骨文，甲骨文就还是很强势的一个黄色飘带的下跌啊。之前虽然这里出现了反向是吧，突破了飘带回踩，以为有机会啊，这里其实是有买点的，但买了之后被跌穿了，那就要止损了。就是我们可以去做反转，但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做，以及你能够承受的风险是多少。那当时我这里买，那我风险是干嘛？我就是这个底分型低点跌破我就跑，是吧？我的风险就是这么多，往上看反转，那是不是一个很不错的盈亏比？那我们在这一波下跌当中，其实就只有这一次抄底的机会，就只有这一次去博弈反转的机会，其他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都是黄色飘带啊，反弹九转黄飘带啊，反弹黄飘带啊，这个地方有紫飘带，但它回踩直接跌穿了就不行，是吧？这里呢是虽然跌穿了，但是它反弹站上了，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个买点，但买了之后被破了就跑，就是我可以错，但是我的试错成本不能太高，是吧？你不能说我每一次反弹我就做多，每次反弹我都做，那被套一次你就没了啊，所以
我们用飘带，我们用趋势去界定抄底的机会其实是很稀少的。一波下跌，你怎么去让你尽量不买到半山腰？那就是你不要把每次反弹都认为是反转，是吧？跌了那么久了，我们才在这里开始买一次啊，打了止损，那我就认错，那就等它下一次机会，是吧？当然呢，不是说一定要去抄底价股稳，而是说，刚好出现这种信号，其他股票如果有一样可以操作。好，所以当下呢就是一次反转的失败，那么继续转为黄飘带，那么就往下去找其他机会。当前是蓝 K 左低没有破，那么这里不是说没机会啊，也还是可以看的。最好有一个仿包阳把缺口吃掉，把蓝 K 吃掉啊，再看一个二次回踩啊。如果能够不被飘带所受阻啊，能够突破飘带，那么就更好。所以先可以看个超跌反弹，而后看飘带压力，如果能过，再往上看左高。好，目前飘带压力 151.068， 左侧开始步入到机会区，但是右侧等仿包阳线。看下只股票是 MSTR 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下跌，而后把前面的缺口给完全回补了啊？缺口回补说明会有多方的机会产生，而后它是蓝色 K 线，有钱袋子，所以依旧啊，左侧很多股票其实都进入到超跌了，因为指数最近的这种相对于2天的狂跌啊，很多个股其实也被影响，所以进入到了超跌范围。所以一旦下周有股票啊出现蓝 K 消失，仿包其实都可以博弈一下这种超跌反弹，但前提啊一定要注意了，还是反弹，因为指数环境在那里，它目前就是一个下跌的走势，加速下跌。好，所以不要轻易看反转，它的一个压力 137.588， 你要找的就是离飘带可能有一定空间，然后超跌反弹它的空间比较好的那种，我们可以去做一波比较 OK 的超跌反弹，然后止损一定要可控的，你不要找一根很强的一根蓝色 K 线啊，那个时候你的止损可能就很大，就不太好啊。像 MSTR 呢就中等勉强有空间啊，但 K 线偏大了一点。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微软，微软的话呢一直是作为阿哲左侧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标的啊，因为它已经出现了比较深幅的下跌，而后来到了一个周线上相对什么关键的一个支撑点。好，目前这里呢是一个白色 K 线，而后它是一个周线的白 K 啊，周线白 K 出现然后呢它是一个钱袋子，所以当前呢我们之前说的左侧买点是在这一波下跌当中找到关键的左侧区间出现仿包阳线买进，但可惜一根仿包阳没有给到啊，所以继续等什么？等前期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呢我们画过来，它当下是不是有出现了一个缺口和缺口的对应？所以这里是个倒行缺口。好，它也进入到了我们之前所说的最后一个左侧的区间，就在这里呢一定要出现一个动作才能够去买，那么就是一个仿包的阳线。这个阳线呢不只要仿包白色 K 线，还要把这个缺口吃掉，因为这是个双生缺口啊，是个倒行缺口，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缺口给补掉啊，我们再去看涨去买进。它呢哪怕做反弹，它的空间是不是也很大呀？它的上沿是在 386.380 啊，所以这里如果能够仿包补缺，那么可以看一个空间，然后止损的话呢就放在前面的这一个，这里有一根阴线放在它的低点你可以放在351因为它的低点是 352.19 嘛，你可以放在351往下看一点点，然后左侧就可以做这一笔超跌反弹。如果它反弹的时候能够过飘带很稳定不受阻，那基本上反转的概率就会比较大，至少我们可以往上看龙门线，是吧？所以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然后风险可控的一笔交易，但是它首先要先出现买点没有出现买点之前你不要乱买。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VGO 博通博通的话就是跟英伟达有点像，破位了，就震荡之后破位，然后它离龙门线离飘带比较近，所以这个破位之后它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哪怕反弹也不作为主要的首选标的吧，所以目前还是一个相对的震荡，只是略微有一个引线的破位，还在引线附近比较复杂，这种方向不明确，最多做一个震荡中的超跌后的反弹，但不是很好。我们看到它的下沿 320.509， 下一只股票再看到 AMD 的话其实表现还是比较硬朗，它前面这一个缺口有一个反转的倒行缺口，虽然被快速回补但其实还是表现不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把缺口调出来了，目前呢它就是快速回补了这个倒行缺口，是吧？补完了，然后呢出现一个再次的下跳缺口，但它的缺口很小，而后它目前没有跌破指飘带，所以它这种下跌阿哲认为呢更多的是被指数所连累，而不是本身的一个问题，所以它算是很抗跌。
它在这种市场当中，它还能走出一个底部形态，就是它有小级别的底部形态，低点抬高，然后有颈线位的突破回踩，所以如果它能够往上再回归到紫色飘带不破，是吧？在这种位置能够再出现这种中长阳，那基本上就是2次加仓的一个机会，还是有补缺的一个机会的。所以当前的一个 MD 呢，就之前买了的可以减仓，但是如果后续这里一旦有再次启动阳线啊，它呢就不是做超跌反弹，能够去做趋势一个看涨。所以龙门线的一个支撑是204.715啊，如果能够快速反包这个假阳线啊，我们依旧可以在这里去加仓。看到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HOOD 啊，也是强势的不断的下跌吧。啊，我们说下跌的一个趋势行情，它的特征就是有不断的下跳缺口，而后难以被回补啊。目前又出现一个向下跳空缺口，是吧？又是个长阴线，目前九转呢来到了第6根，整体来讲就是喋喋不休啊，把左侧缺口补了，我们也不是不能看到下方这个缺口，所以还有很多空间啊，所以这种股票呢就不要乱抄底了。九转之后还在跌，目前跌到了周线上的蓝 K， 那周线蓝 K 你要反包就难了。啊，所以一般周线蓝 K 呢就要进入观察周期，不能随便去进行买进，因为周线如果蓝 K 你要去反包的话，正常临近的这种日线的飘带一般会被击穿啊，所以它这个止跌都难，你还想要击穿飘带，所以 HOD 呢就很难看到机会啊，这种就千万不要随便抄底，你这个左侧抄底就越抄越底了啊。下一只股票看到 APP 的话，至少你可以找一下这种2次回踩的，就是它目前确实没有破低点。就指数呢，目前在往右侧的趋势不断的破底，而还有股票目前没有破低点的，这种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的。好像这种，特别是这种跌了一波的，它的左侧之前有个蓝色 K 线仿包啊，但可惜呢市场不给机会，或者市场的市场的一个风险比较大，所以直接打了止损。好，目前这里又出现一个蓝色 K 线啊，还是在左低附近。好，那同样的这里有仿包阳线继续可以做。啊，这种股票呢，就是一旦指数给机会，那么可以同时去看一下的。单向 HOD 那种就不太好看到机会，哪怕指数给机会也不太好买进。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啊，这个个股呢有可能要继续回踩一下这个缺口，因为这个缺口在龙门线附近啊，所以这附近的支撑位是比较强的。龙门线在43.841，这个缺口也在这附近啊，所以第一次的下跌呢，跌到这个缺口就反弹。但是反弹呢，因为是黄色飘带，所以空间就是这个空间了啊。而后上方缺口补了之后就快速下跌了，就是一个空方的趋势的一个明显反馈，就是缺口补的时候就会有空方的力量出现啊。所以当下呢，看一下补完下方缺口能否有一个比较强的多方力量再次产生。如果这个缺口直接被击穿，龙门线也被破，那么它的空间就打开啊。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下方缺口能不能再次产生支撑，最好不要破左低啊，而后有强势的阳线出现，它其实还算是砍跌的啊，因为它目前还没有超跌。看到下只股票是Circle，Circle 的话出现了一个下跌，但没有给机会。我们今天还想的是一波上涨后给个强势回调，而后止跌上涨，是吧？它没有给反包阳的机会，所以哪怕有超跌也不要买。我们看到周线，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当你发现市场是一个黄色飘带，就不管是哪个级别的黄色飘带啊，它只要是黄色飘带，然后进入到一个黄 K。那么这种其实就说明它过热了，就这个时候你还敢追的话呢，你就要做好有可能被套，就是你要做好你是在击鼓传花，就你也不知道谁是最后一个，所以这就是之前这一波行情，我们说你没有去追涨，或者说你没有去做追买的，按阿哲的这种交易手法、交易的习惯，一般是不会去买这种股票的，哪怕它涨得再好，是吧？它没有给机会，它就是走一波的，那么就不要去做，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追就是高点。有时候有些股票可能第一根黄色 K 线就高点了，这些股票它走了比较远啊，但不代表你每次都要去追这种股票啊，还不如等一个回调。当下呢是回到了之前的这一个左侧啊，我们说过的这个左侧的平台啊，它也还算是一个支撑区，因为这一波上涨还是认为它是一个反向的一个反转行情，所以目前往下落，所以左边这个区间啊还是能够看支撑的。当前这种支撑附近出现蓝 K 反包，阿哲也认为还是可以作为买点的，只是它跌穿了这个飘带，所以这个买点买了之后啊，往上首先它就会有压力啊。如果是之前回在飘带附近就止跌上涨，它其实是没有太多这种压力了。好，所以当下的压力呢，就先飘带的一个下沿，它是106.214，然后龙门线107.427，如果这里止跌反包看涨，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压力区间。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eta 啊 ，Meta 就
没太好讲的啊，因为之前我们说过，这个趋势就是周线上的一个下跌中继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周线是黄色飘带嘛，黄色飘带突破第一根、第二根就反包阴线出现，所以这是一个顺势的行情，就是做多肯定是不太好的。你会看到它一直是黄色飘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散户交易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经常在牛市赚的钱在熊市亏回去了，很多时候就是你在做熊市行情时依旧带着牛市思维，就是股价跌一跌你就想抄底，就跌一跌想抄底，那就比较麻烦。牛市你跌一跌抄底很多时候是对的，但熊市你跌一跌抄底就很容易买到半山腰，是吧？所以这一波下跌跌得那么狠啊，我们也不知道它会跌到哪里去，是吧？所以这个缺口补了一个又临近另外一个，这种多方机会一般就很难去把握。你可以把握超跌反弹，目前就白色 K 线反包看超跌可以，但是你要注意了，一旦有钱赚，它就是短线你要跑的。所以这种就对于仓位的要求啊，对于交易技术啊、心态等等的，肯定会比牛市做多要相对的要求高一点。它的上方的飘带呢是在 604.935， 而后我们看到下组股票是 OKLO。OKLO 的话，它也是蓝色 K 线啊，但是它是一个单边下跌，蓝色 K 线底下支撑呢，这个还有一点点距离啊。如果是在缺口附近有蓝 K 就更好啊，它这种反弹可能还会机会大一点。目前就是普通的啊一个下跌的蓝 K， 然后周线上呢离九转还差一根啊，目前周线也是蓝 K 啊，但是都没有反包，都没有止跌啊，所以有超跌没止跌，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啊这种抄底的机会就不是很好。我们可以看到 PLTR 它还不错啊，因为它跟 APP 的趋势是一样的，价格是一个低点抬高啊，前面有连续强阳线啊，这种就说明资金其实是有选择的，只是呢还没有爆发啊，所以像 APP 啊、PLT 啊等等的，就这种已经左侧低点产生，而后在这一进的暴跌当中，它其实是没有破左低的。像 PLT 啊就更厉害了，是吧？它连缺口都还有一个没补，所以这个时候呢出现了破飘带两根。好，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等什么？等一个缺口反包，而后蓝 K 消失啊，最好是下周一就出现。那么 PLT 啊是可以作为我们本次指数反弹下最想要去做买入的一种类型。就是它是之前连阳上涨，然后回踩有第一根蓝 K， 如果具备反包，周一出现直接我们就作为主要关注的一个标的了。PLT 啊，当然要出现线啊，没有出现，如果继续往下补缺口，那就算了啊，那就沦为平常，那就不算很强啊。这一个地方就止跌立马反包，就算很强，就当下行情。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Coin 啊，它就是把两个缺口补了啊。如果它这个缺口不补的话呢，跟 PLT 啊就属于同种类型，因为它前期也是连阳。啊，也是连续上涨，目前回调，所以像 APP、PLT 啊、Coin 这种图谱的，都属于接下来指数如果大反弹，能够去好好看一看的。好，目前补了这个缺口，然后又有一个倒行缺口，所以这种地方如果要去买，就不能只反包蓝 K 的高点，还要把缺口一起反包，然后看一个反弹。啊，它呢不太好的是它的这个飘带都转到黄色了啊 ，PLT 啊至少还是紫色的。好，看到飘带的上沿。它呢是在 192.529， 如果反弹这里开始，它其实就作为第一个压力啊。如果继续往下跌再反弹，那么缺口啊压力会更大，因为更提前啊更早一些。接下来看到美光呢就和谷歌一样是吧，产生这种下跌，目前是碰到了第二个缺口。那么这个缺口是不是产生了一个支撑？所以美光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点不同，因为很多指数这一天是暴跌的。跳空下跌的，而美光居然是一个运线，说明它呢也是有提前止跌的一个氛围，所以当下呢最好有一个运线上破再看上涨啊。如果是直接下周再次迅速下跌，那补跌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啊。所以当下这个九转呢也走到了第6根 K 线啊，不过大概率啊，如果真的强势的话，它是不会有九转的啊，应该反包之后快速的就提前反弹啊。所以美光呢和 PLTR 等都可以看啊，美光呢是跌得太狠了啊，比指数提前跌得狠。那么它呢有可能产生提前止跌，那 PLTR 呢是本身结构比较强，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思路啊，406.593啊。好，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其实跟 Meta 类似啊，因为它前面这种下跌已经形成了很明显的趋势反转，两个大缺口很难去短期能够反转的，这种是很难的，所以龙纹线绝对是有效破的，所以反弹之后一般来讲是做相对的高抛为主，而不能说是趋势看反转，它最多就走个震荡啊。这个地方呢是周线的一个缺口啊，所以这里呢走震荡啊，不能说轻易看反转。然后目前它也算是2次回踩，但它上面的缺口太多，
所以正常来讲，只能说普通吧，不能说特别好的一种抄底博反弹的一个标的，而且它这根 K 线太长了不是很好。以上呢就是3月2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